OK，欢迎来到烂熟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吉米。今天在影片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因为手表这个东西，吉米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这个东西？是我觉得这东西它对我来讲，时间上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就是小时候不这么觉得，反而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就觉得时间真的是啊、如同飞一样的快速在我们眼前不断的离开。所以我其实做这个频道的一个初衷，就是我希望把一些好的工艺、有艺术感、有设计感 whatever 有历史的东西分享给大家。我们大家不要只去看那些广告，那些行销的人想告诉你你该买什么。那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一个选择跟思辨的方式去做一个很棒的筛选。OK， 那记得就是帮吉米按赞、订阅、追踪，还有开启小铃铛。那未来的话，这样子每只表的相关的分享，你们就都不会错过。那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影片中跳出广告，拜托帮吉米多看个10秒钟，就算是你们的一个无心的小动作，对吉米和小编来讲都是巨大的鼓励跟支持，万分感谢。OK， 那今天要分享的这款表呢，也是我在手表清单上已经放了非常久，但是一直都没有去买，因为我知道德国表的这个维修跟保养是非常的惊人的，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有下进一步的动作，就是我一直在观望。OK， 当然今天的表呢，没有要介绍这个阿朗赫的王叔，没有要介绍狼哥，但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也是一个非常能够代表格拉苏蒂小镇的这个 Glashütte Original。OK， 它的中文叫做格拉苏蒂原创，它的经典作品叫做 Panomatic Lunar， 月相腕表。那当然它不只是一只手表了，今天会介绍它，就是因为它浓缩了德国的工艺、设计的美学、日常佩戴体验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代表作。你们如果真的熟悉 Alange on Shoe 呢，你们知道它的 Lange One Moon Face， 那么 Panomatic Lunar 就像是另外一个角度去诠释德国的月相的经典之美，但却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味道，而且价格亲民了好多倍。OK， 接下来的内容呢，我会从这只表的历史脉络，它的设计的语言 ，OK， 到它这个机芯的特色、市场的定位、适合的人群，给大家一个我的结论。那相信看完之后，你们会更了解这一只 Panomatic Lunar 为什么能在众多的月相表之中，我会挑它出来跟大家做分享。OK，Glashütte Original 的历史可以说是德国制表的一个复兴的缩影。那品牌虽然在1994年才重新的以现在的名称重新诞生，但是它其实溯源的话，可以一路追溯到1845年。当时德国的萨克森政府鼓励制表业进驻格拉苏蒂小镇，才逐渐形成了今天举世闻名的德国的制表聚落。那战后因为东德的这个政权集体化的政策，当地的制表也被合并成为了国营企业。OK， 直到柏林围墙坍塌之后才重新私有化，最终成为了今天我们所认识的 Glashütte Original。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呢，Glashütte on Shoe Glashütte Original 呢，它不光是承袭了传统的这个德式的制表的精神的核心，它也塑造出了它自己的设计语言。2001年呢，品牌推出了 Panel 系列，是以这个偏心的表盘为核心的特色。2003年呢，则是将这个月相的显示结合了大日期，诞生了第一款 Panomatic Lunar。它的特色就是以黄金的比例设计为基础，把时间、日期、月相非常和谐的排在了一个不对称的盘面上。那跟瑞士表常见的对称美学不同，德国人似乎更喜欢把这种机械感、工程感放进设计里面。Panomatic Lunar 在推出之后就成为了品牌最受欢迎的一个系列，每隔几年它就推出一个可能专卖店限定色或者是新的材质。那蓝盘更是它经典中的经典，因为蓝色常常被誉为夜空的颜色，它跟月相显得这个相得益彰。那到了2020年，随着这个彩色面盘在市场上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潮流，那 Glashütte 的 Original 也顺势推出了绿色、玫瑰橙、粉
等版本。那但蓝盘依旧是最能够代表这个 Panomatic Lunar 的精神的一款。它不只是一种颜色，更像是夜空里的月亮，直接在你的手腕上出现。OK，Panomatic Lunar 呢，在设计的精髓就是它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偏心的这个表盘。小时跟分钟的指盘位于左上角，小秒针则重叠在下方，形成一种八字形的结构。那右侧留白处则安装上了这个 Panorama Date 的全景大日期，这个是德国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然后还有一个月相的显示，那这种不对称却又很和谐的设计，很高的辨识度，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是一只德国风味很浓厚的表。那蓝色表盘呢，是这个系列的一个灵魂。这种蓝不光是单一的颜色，而是附带上类似放射纹的深邃的夜空蓝，在光线下随着角度的变化，时而沉静，时而闪烁。近看的时候，你还可以发现指盘上面同心圆的这个细腻的纹理，以及与平滑的这个主盘形成一个很棒的对比，视觉上的张力，这也就是德式的严谨设计上面的一种体现。那月相盘虽然并不是到非常大，但它的细节非常的极致。月亮抛光面就如同镜面一般，周围的星星则是抛光的金属呈现，背景带有细腻拉丝的质感。更特别的是，它还标了0到 29.5 的刻度，对应月球的完整周期。这在许多月相表中是非常非常不常见 ，OK， 很难见到了。那全景的大日期则是另外一个大亮点。它是由2片的独立日期碟透过高精度的结构无缝结合，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完整的大字体的数字。相比瑞士品牌常见的小日期窗 Glashütte Original， 它的大日期更直观，也更有品牌的辨识度。整体而言呢， Panomatic Lunar 呢，它的设计保留了德国非常严谨理性，它又透过蓝色的表盘跟月相的显示，增添了一种很富有诗意的浪漫。它不是一昧的去追求对称或是华丽，而是用工程般的逻辑去营造一种非常冷静的优雅。那翻到表的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Panomatic Lunar 呢，它最迷人的地方展现在眼前，就是他们自制的 Caliber 90-02的自动机芯。那这枚机芯最吸引人的地方，当然就是那个偏心镂空的自动盘，用 21K 黄金作为了配重，并且铝刻出了这个品牌2个 G 的标志。那随着摆动时，它会闪闪发亮。那下方是德国很标志性的3/4夹板 ，OK， 那上面有非常细致的 Glashütte 的条纹，跟日内瓦波纹不同，显得更有一种刚毅的感觉。那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它最特色的双额颈微调。一般品牌就算有额颈微调，也通常只会给你一个，但是在 Glashütte Original 里面，它一次用了2个，一个控制走时的速度，另外一个去微调游丝的位置，这样子可以让机芯的走时更精准，而且方便制表时去做调校。从上方看啊，你从正面去看，背面去看这个表的表背，你就感觉像是2只天鹅般的这个脖子的这个曲线，优雅又有工程的美感。这也是 Panomatic Lunar 的招牌特色。那在细节上呢，机芯还有手工雕刻的这个摆轮，然后栏杆螺丝、太阳纹打磨的齿轮，每一个部分都体现了德国人对于细节的那一份专注。那动力储存是42小时，数据上虽然不是很惊人，但是它非常实用，非常可靠。整体来说，这一颗机芯它并不是一昧的追求复杂性，而是它将了美学跟工程学做了非常棒的结合，能呈现出一种赏玩又能够日常佩戴的一种平衡感。在高级制表的市场之中，月相加大日期的组合通常都出现在比这个价位更高的作品，例如说朗赫的1号 Moonface， 动辄就是120到150万美金，150万台币。但是 Panomatic Lunar 呢，却把这个配置下放到1万美元上下的价格带。我们以蓝盘不锈钢版本为例，它的定价大约就在1万美金上下。依据你选择皮带或者是链带扣，或者是你是用针扣，会有一点点差异。但是如果你选的是玫瑰金的话，大概就来到大概将近2万美金左右。其实
$20,000买一支全玫瑰金，也不算是一个很贵的定价。我觉得这样的定价策略让 Panomatic Lunar 变成入门德国高级制表的一个踢脚石，它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选项。高度自制的机芯、非常精致的手工装饰，以及辨识度很高的德国设计语言，它在同价位的品牌之中是非常难找到这样子水准的一个月相表带大日期，然后偏心设计、双耳颈。我们光讲这一些东西，更不要讲它的机芯的打磨跟它的3/4这些设计，我们都不讲。就单讲刚刚这几项，其实你就很难找到对手了。也因为这样子，很多的厂家会把 Panomatic Lunar 视为一个最有性价比的德国月相表，那甚至他们会把它称为平民版的 Lange One 的 Moonface。OK， 那谁适合这个表呢？首先就是非常喜欢德国工艺，但是可能预算没有到买 Lange 的预算的人。那我觉得这只表可以让你完整体验到双耳颈、片心设计、手工雕刻、经典元素、德国的这种工匠的精神，而且价格非常的亲民。其次，它也适合需要正装休闲之间切换的人。蓝盘，假如你配一个很有质感的鳄鱼皮带、蜥蜴皮带，会非常的大方。那如果你换成钢带配衬衫或者是 Smart Casual， 也一点都不会突兀。再来，它很适合收藏家的表迷，因为它有够多的工艺细节可以把玩。不管是这个盘面月相的变化，或者是表背背后的这个表背的这个手工雕刻，都可以给你们带来长期可以慢慢玩味的乐趣。那最后，如果你是小手腕，这只表40mm 的短表耳设计也非常友善，并不会显得很突兀。然后当然它是有一点点厚度在的，可是我觉得在这一些优点之下，我觉得这一个小小的厚度，我不觉得它是一个缺点。OK， 总结来说 Glashütte Original Panomatic Lunar 的蓝盘，我觉得它就是一支结合了德国工艺设计美学、实用功能的经典之作。它的偏心表盘打破了传统瑞士制表的对称美学，但它透过了非常严谨的比例的营造，去营造出一种很独特的和谐的美感。那蓝色表盘跟月相呼应着夜空，我觉得很浪漫又很诗意。全景的整个大日期则展现出品牌的工程实力跟他们很独到的设计思维。那翻到表背更是另外一场视觉盛宴，偏心的自动盘、双耳颈的微调系统、手工雕刻的摆轮，那这些元素让这一颗 Caliber 90-02成为同价位之中最值得欣赏的机型之一。当然它只有42小时的动力储存，但是我觉得真的喜欢这个表的人应该觉得这样已经足够。在市场定位上Panomatic Lunar 几乎是以半价的朗格就可以给你德国制表的体验。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踏进德国高级制表的这个领域的话，或者是你已经真的是买了很多的瑞士表，想要来点不一样的，这只表都是100分的一个推荐。所以如果你们正在找一个正式场合可以有格调，但在日常生活中又可以陪伴你的月相腕表， Panomatic Lunar 绝对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选择。那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们喜欢今天吉米做的分享，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追踪、开启小铃铛。那看到广告帮我们多看10秒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语重心长的说一句，你们也知道我要说什么。不要忘了，今天不管什么手表，有月相没月相，还是有太阳，有 whatever， 它都不能留住时间。但是唯一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每一分每一秒的过去，我们都在创造属于你跟我的历史。这一秒的过去，我们到下一秒、上一秒就变成了历史。吉米希望大家玩表可以玩得开心、玩得健康。那带着手表可以让我们去学习珍惜时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对于时间，大家永远保持着正面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我是蓝手人设计师吉米，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